我是幽兰，今年16岁，是一个生活在福州的四川人，一名从事性教育的普通女高中生，在做福州第一个性教育展览。我从小到大一直在尽量避免着我和污这个词挂上关系。在我初2的时候，当时鲍玉明案这件事情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我有个朋友他突然说他的一个男同学做出就是这样的手势，然后一直在女生面前这样去做，突然伸手摸她，然后在放学的时候跟踪她。老师包括他的家长觉得这个男生他只是很皮，他自己完全不知道如何应对。从那个时候开始关注到了性暴力的相关议题，参加过塔池的智囊团，然后梅辣的智囊团，就我一个是05后吧。在后面就创立 Tofuse 这个团队，现在是有19个小伙伴，大部分是高中生。我们的核心就是同伴性教育，面向高中生开展性与性别问题解答科普。我们大部分引用的数据或者文献都是来源于近5年的论文。大部分的青少年对于同龄人更容易敞开心扉，他们都会说这些话我之前都没有人敢讲。班会的话，我们是从3月份开始策划的，调查大家目前比较想了解哪方面的性知识，带到线下呈现给更多的人。一个是对性行为的好奇和一些担忧，一个是对自身性欲和自慰这件事的羞耻这样的感受。往往发现女生对于自己的性冲动是更加羞耻、更加焦虑。女生有性冲动就是浪，就是骚。有一个男生来问我自慰会不会毁容，怎样才能戒掉自慰。一开始打出这个 PPT 的首页的时候，就整个班非常热闹的窃窃私语。当他们发现我完全没有拿这件事情开玩笑，他们也就慢慢安静下来了。后来同学来跟我说了一些他们的烦恼，很多女生她就过来跟我说，觉得我讲得非常的好。我觉得性教育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它能够让我们知道要尊重他人和尊重自己，并且掌握拒绝和选择的能力。我朋友有一位比较年轻的男老师，经常给女同学发消息，然后问女同学能不能发私房照给他。班上的男同学觉得这位老师就是在开玩笑。他们的知识大部分都是来源于小黄书、小黄片儿，也导致他们对性可能一直是一个比较轻浮的态度。现在高中生平均首次性行为年龄是15.9岁，科学的性知识缺失的当下，对青少年来说其实非常严重的后果。像中国的青少年艾滋病感染者在过去的几年中增长率达到了35%。在校园里面做一些小调查，超过了90%这样一个数据，觉得现在有必要在学校内对高中生开展性教育。今年543年华，我们准备的活动有性知识测试卷，我们的满分是125分，只有3个男生拼起来都没有考到60分。后来呢，我就发到了社交网络上，获得了很多的转发，很多点赞啊、评论啊，很多就是鼓励的话。我们现在性知识测试卷的数据是48万。我身边有同学说，我看到我妈的朋友圈转发了这个，我看到我老师正在做这个，就是完全超出了我们当初的一个想象吧。我父母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我。我也能够非常自然地跟我父母谈起与性相关的话题，我觉得这个也在一种意义上更好地促进了我们2代人之间的沟通，用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去面对整个本来就应该包罗万象的世界。布展过程中其实是非常坎坷曲折的，策划中就是遇到了一个期末周，暑假的话就可能大家需要补课啊，做了很多的互动装置，希望大家能够表达自己对性教育的想法，去实践人人都能做的性教育。希望在同伴性教育的旅程里，指向的应该是爱、平等与自由。